每隔几年股市都会出现大股灾，像是2000年初的时候呢，有出现科技泡沫破灭，那时候呢，美国股市下跌了44%。那2008年的时候呢，出现了次级房贷危机，那美国股市下跌了50%，甚至呢，在最近的5年内，有 COVID-19 在2020年的时候，美国股市呢也是下跌了19%，2022年的升息危机也下跌了24%。那美国股市下跌这么多，那台湾的股市当然也不遑多让，甚至下跌更多。如果跟你说有个投资标的，就算呢美国股市发生了大股灾，它依旧可以每年给你配发4%的不中断的利息，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有吸引力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。你们最近老妈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？那这期影片呢，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投资标的，它在投资界当中呢，广泛被称为无风险资产。那就是美国公债。那为什么美国公债常常被投资人称为无风险资产呢？因为美国毕竟是全世界上军事最强的国家，也是经济最强的国家，而美元也是世界上最流通的货币之一。再加上他们可以自行印钞票，所以美债呢几乎就不会违约。那在投资界呢，有一个大佬，他也非常的喜欢美国的公债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大家可以猜看看，那个人就是股神巴菲特。股神巴菲特的公司呢，虽然巴菲特他现在已经卸任了，在最近这2年的时间，但是呢，他的继任者依旧维持他的一个投资理念。那在2025年的第3季度，波克夏这家公司呢，它持有的美国公债，你觉得有多少？答案是3053亿美元，全部都是属于美国公债。那现金以及它的等价物呢，更是高达了700亿美元。那现金以及等价物当中呢，其实也有一部分的美债，因为这个报表当中，它将3个月以内到期的美国公债也把它列为现金，所以呢，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跟短期美债，你可以把它全部都看作成是一个短期的美国公债。那股神巴菲特这家公司波克夏，他现在的股票持仓有多少？他的股票持仓竟然只有2832亿美元，也就是说呢，股神巴菲特他这家公司，他现在短期的美债，它的占比啊，竟然比他的股票持仓还要高出了整整30%哦。那我这边讲的股票呢，是指单论股票，它当然还有投资一些实体事业。那这些实体事业呢，是他全资持股的。那这些实体事业呢，就是像是一些铁路、能源还有公用事业。那加起来的话呢，是1815亿美元。但是呢，我们是以投资的角度去看，所以我们就只看它的股票跟它的债券。那股票跟债券的比例现在就是4:6，也就是股票是4，那债券的比例是6。而且呢，我要跟大家再次提醒，它的债券呢是属于短期的美国公债，也就是说巴菲特他基本上都是持有6个月以内到期的美国公债哦。那巴菲特他现在持有这么高比例的美国公债，在历史当中很罕见吗？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历史哦。那在2008年的时候呢，在次级房贷爆发的当下，波克夏的股票呢大概是40%到45%，那现金的话呢也大概是55%左右。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发现到，巴菲特他其实已经有预感到金融危机可能会发生，所以他的债券以及现金等价物呢就比他的股票持仓还要多，所以那个时候呢是明显的就是属于现金主导。在2020疫情爆发的初期啊，那时候他的股票比例大概是45%到50%，也是比债券还有现金部位还要少，是属于偏保守的状况。那现在我们2025年的第3季度的话呢，是属于一个高估值的环境。什么叫高估值的环境？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息乐本益比。好，那这息乐本益比的话呢，就是本益比，然后呢再去加上那种通货膨胀的因素在里面，然后去进行一个调整的。那这个息乐本益比呢，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席勒这个人他所发表出来的一个参数。那这个参数在过去2000年的时候呢，是一度来到了将近45倍，然后在2008年的时候大概是28倍左右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息乐本益比是高达了41倍，也就是说呢，现在美国的市场它的一个昂贵的程度啊，是比历史当中的很多的时间都高出非常的多只比2000年的科技泡沫破灭之前还要低哦。那什么是本益比呢？我这边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。假设有一家公司它每年可以帮你赚到1块钱的纯利润，这1块钱呢是扣除了所有的成本，包含政府的税收。那请问你愿意花多少钱买这家公司？如果你愿意花100块钱买入的话呢，那这个本益比就是100倍。
那现在美国的市场呢是41倍，也就代表说呢，现在美国市场平均赚1块钱，你愿意花41块钱去购买，也就代表说它真的是非常的贵，你要41年才可以帮你赚回本的概念。所以在现在这个高估值的环境之下，波克夏这家公司呢，它持有的股票的比例呢就大幅的下降，只剩下40%左右，然后它的短期债券跟现金的话呢，就大幅的上升到了60%左右哦。那这个状况呢，就跟2008年的次级房贷危机非常的接近哦。那波克夏持有这么多的现金以及短期公债，不代表说呢，他完全不看好现在的股市，他只是认为现在的股市它的 CP 值可能没有这么的高，应该有更好的机会，所以呢，他会持有更多的现金来等待时机。那 Kevin 我自己呢，现在呢持有现金以及短期的美国公债也是超过了30万美元，因为我自己也觉得现在的美国股市真的是偏昂贵，所以呢，我更愿意去持有美国公债。再去加上呢，现在美国公债的利率也真的是蛮不错的。现在6个月到期的美国公债也是来到了 3.6% 的殖利率。那如果你是偏好中长期的美国公债，那10年期的有 4.2%， 那30年期的更是高达了 4.8% 哦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有人就会问我说，那我要买美国公债，我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去购买呢？那这边我跟大家分享有2种方式。第一种方式呢，就是用我们国内的券商，像是国内的券商永丰金、大户丰，或者是呢像我一样去使用海外的券商，像是 IB 盈透证券。好，那 IB 盈透证券呢，它是一家美股的上市券商，它们比我们台湾的前3大金控股的市值加起来都还要大。那 Kevin 我自己是使用这家券商去投资美股以及美债，那我自己使用起来是非常的顺手。那使用到现在的话呢，也超过了5年的时间。那这边的话呢，跟大家分享。那如果你想要了解这家券商的详细资讯，我将这家券商它的一个官网连结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当中，好，你有兴趣可以自行前去观看哦。那这2个券商它买美国公债的手续费是差非常的多，我们就直接操作给大家看到底差多少。首先呢，我们就先登录我们的永丰金大户丰它的 APP， 然后上面这边有一个叫做海外债，我们把它点击下去。点击下去之后呢，这边你可以看到一个叫做热门债券的这个按钮，在左边这边我们把它点下去。好，点下去之后呢，我们往下滑，我们来寻找美国公债。因为美国公债的话呢，它是属于一个蛮热门的债券。那你可以看到，从下面数过来，第2个叫做美国国库债券，有 4% 的一个票面利息。然后呢，它的到期日期是在2042年，也就是 16.84 年之后会到期。然后我们就点击下去。好，点击下去之后，你就会看到它的详细的资讯。它现在的到期的殖利率是 4.45%， 然后现在呢，它的参考卖价是 94.68。好，我们把这是 94.68， 我们把它给记下来。等一下我们就来看 IB 盈透证券它上面卖的价钱是多少，是会比较贵呢，还是比较便宜？好，我们再往下滑，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资讯。这个债券的话呢，它是每半年配息1次。然后呢，它配息的月份的话呢，是在每年的5月份跟11月份会进行配息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在5月份跟11月份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拿到 2% 的一个票面利率。那这 2% 的票面利率大概是多少钱呢？首先呢，我们买一张债券的话呢，它上面写 94.68 块，一张的话呢就是946.8块美元。然后它在到期的时候呢，是在2042年。在2042年的时候呢，这个债券呢，它会被美国政府给赎回去。然后那时候呢，美国政府就会退还1000美元给我们。然后这一个过程当中呢，它每一年都会配发40美元给我们哦。好，那这张债券它的身份证是多少？好，每一个债券都有它自己的身份证。我们往下滑可以看到债券资料，债券资料这边有一个叫做 ISIN，ISIN 就是每一个债券它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身份证。你把这个12码的数字呢给复制下来，贴到任何一个有卖债券的网站当中，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债券。那它这个数字的话呢，我们就把它给记下来。接下来我们就打开我们 IB 盈透证券，我们来看这个债券它的价格是多少。好，那我们打开 IB 盈透证券的桌面应用程式。好，那这是我自己的其中一个账户。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我已经有买了蛮多的美国公债，它是在2026年的6月11号到期的。我现在的持仓呢有89000美元。好，在这个账户当中，折合台币大概就是270万左右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点击左下角这边有个标准模式的交易平台，我们把它点击下去。好，那来到这个画面之后呢，金融产品下面这边我们就点下去，然后呢输入 US-T， 那这个就是那一个美国公债的代号。你点击下去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在这边找美国公债。不过呢，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这一档债券的 ISIN。好，那我们把刚刚的债券它的号码给输入进来。好，输入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击 Enter。
好，这档债券就跳出来了。好，那这档债券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它的资讯。首先呢，它是在2042年的11月15号到期的，然后它的票面利息的话呢是 4%， 然后它的身份证的话呢也在旁边都可以看得到。那我们看一下这档债券，它的一个价格是多少？好，在盈透证券上面这边有个卖价，它的卖价是多少？是 92.31250 美元，也就是说它现在的报价就是 92.3 块。那 92.3 块跟我们刚刚在永丰金大户封上面看到的价格是差非常的多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试算一下他们两个之间的手续费相差多少。永丰金大户封它的报价是 94.68， 那 94.68 再去减掉 IB 盈透证券的 92.31， 也就是永丰金大户封它的报价比盈透证券多了 2.37 块。那 2.37 块的话呢，再去除上 92.3， 也就等于是 2.5%。所以呢，永丰金大户封虽然你在买美国公债的时候，他不会跟你说他要收取任何的手续费，因为他没有额外收取。但是呢，它的报价其实就已经包含这中间所有的成本。如果以 IB 盈透证券的报价为基准的话，那永丰金大户封它的一个交易手续费就是高达了 2% 到 3% 哦。那我们就直接来换算哦。大家买美国公债的时候呢，当然不可能只买一张，也就是1000美元嘛，你应该会买个200-300万台币吧。假设呢，你现在一次买100张的美国公债，也就相当于是300万台币好了。那你用永丰金大户封买的话呢，你总共要花费多少钱？我们使用永丰金大户封总共要花费 94,680 美元。那如果使用 IB 盈透证券，那我们就是花费 92,310 美元。但 IB 盈透证券它不是慈善企业哦，它会收明码标价的手续费，那这个手续费是5块美元。那我们这样计算下来，永丰金大户封就比 IB 盈透证券整整多出了 2365 美元的手续费。那这个手续费呢，折合台币大概就是75000台币。我们才买不到300万台币的美债哦，我们就付出了7万多台币的手续费。所以大家不要再说什么国内付委托啊，买美国公债啊是属于免手续费的，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收啊。但其实呢，他们收费的方式呢，都含在了他们的报价里面喽。而且呢，据我自己投资下来的经验，那一种标榜零手续费的券商，它往往呢会付出更高的成本在里面。那 IB 盈透证券为什么会给我们那么好的报价呢？主要就是 IB 盈透证券呢，它是更接近美国的市场，因为它就是美国的公司嘛。虽然呢，它无法让我们直接进入美国公债的发行市场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投资人无法直接跟美国政府和美国财政部进行购买，但是呢，它可以让我们接近机构级的次级市场，来获得机构级的报价跟它的流动性哦。再去加上这个券商它的价格透明跟手续费的标示清楚，就使得非常多的投资人会使用 IB 盈透证券来购买美股或者是美债。好，那讲完这些，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去使用 IB 盈透证券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，它的下单的技巧。首先呢，我们一样也是回到了这个标准模式的交易平台。那我们一样点击金融产品下面这边的方框，点击下去，那我们输入美国公债的代号是 US， 好，中线 T， 好，输入之后呢，我们按 Enter。按 Enter 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叫做政府债券，我们把它点击下去。US 就是美国嘛 ，T 的话呢就 Treasury， 也就是 UST 就是美国公债的它的一个缩写。好，点进来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这边，好，上面这边有一个叫类型，还有底层的证券。好，下面这边呢，我们主要看这个到期日期。那么到期日期的话呢，我们就选择10年以后到期的美国公债好了。那我们就选择现在是2026年嘛，那我们选择2036年，找2036年，2036年，然后找1月份的好了。2月份，好，这1月份没有，那只有2月份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到 bond， 好 ，bond 的话呢就是美国公债的一种。那美国公债的话呢，大家一定有听过叫做 bill、bond 跟 note 这3种呢，全部都叫做美国公债。那它们的正式名称呢 ，bill 叫做 Treasury bill， 那 note 叫做 Treasury note， 那 bond 的话呢叫做 Treasury bond。那这3个呢，主要的差别就在于它们刚发行的当下，bill 的话呢都是1年以内到期，那 note 的话呢主要是2到10年以内到期的。那 bond 的话呢，就是20年到30年以内到期。那这些债券它最明显的差别就是 bill， 它是不会配发利息的。它一开始呢发行给你的时候呢，就是属于折价的。就像是我刚刚所讲的，我们买这些债券呢，它开始的价格可能就是99块钱，也就是要花990块钱买这个债券。然后呢，到期的时候呢，政府就会给我们1000块钱，就是这个方式呢来获得这个利息。那 note 跟 bond 的话呢，它们主要就是配发利息的方式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下单的画面，你可以看到这边，这个是 bond，它类型是 bond。听了你刚刚
刚不是讲说债券棒的它是20年到30年以内到期的吗？为什么这个2036年到期的债券它是棒的啊？它明明只剩下10多年。这边的话呢，大家要知道的就是，我刚刚有讲过，我们无法直接跟美国的财政部直接购买债券。我们购买的债券的话呢，主要是跟一些机构或者是一般的散户投资人来进行交易。所以这个债券呢，它其实早就已经发行了一段时间了。不过呢，我们还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得到。所以呢，它的到期日期的话呢，现在就剩下10年多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它的发行日期这边有写嘛，2026年2月15号。所以这档债券发行到现在，其实也大概有20年的时间咯。好，你看到这边有个票息，那这个票息的话呢是 4.5， 然后我们就点击这个债券，那我们点击添加。好，那我们点击添加之后，你看到这边金融产品这边的话，我们就看到这档债券它的一个资讯，然后这边就写2036年2月15号到期，然后它的票面利息的话呢是 4.5%， 那后面这边呢有9码的数字，这9码的数字就是它的库斯普的号码。那库斯普号码跟 ISIN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，只不过呢 ISIN 它前面会加上这个债券它的一个国别，然后后面这边的话呢还会再加上一个代号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点击右键，那我们来了解更多。首先呢，我们点右键之后呢，我们往下面滑，这边有个下面的箭头，我们把它点击下去。好，点击下去这边有个叫做金融产品的资讯，然后我们点击描述。好，点击描述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档债券它的一个详细的资讯。首先它的底层证券的话呢就是美国公债，它的票息的话呢是 4.5%， 然后它的付款比率的话呢是每半年都会付款。它的货币的话呢就是美元，然后再往下滑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代码以及它的一个债券，它的一个类型就是棒的。然后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库斯普号码跟它的 ISIN， 这就是它的身份证。你可以看到库斯普号码跟 ISIN 主要就是差前面2个数字，就是他们的一个国别以及它后面的一个代号。再往下滑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债券的发行人的类别，这边写 GOVT 就是政府的意思。然后它现在的目的评级的话呢是 AA1， 也是很高的一个评级。然后它的交易时间的话呢，这边会跟你讲说，你要交易这档债券，你可以什么时候进行交易？那这边都有写给你看。然后你看到这边有非常贴心，他会跟我们讲，在我们的时间点的话呢，是什么时间可以进行交换？这样是我现在是台湾的时间，那台湾的时间的话呢，如果你要一个完整的交易时段，就是早上9点到隔天的凌晨6点，都是可以进行交易的。OK， 好，那看完之后呢，我们就点击叉叉。那这边的话，大家可能还会想要看一些参数，那很简单，我们就把它箭头往上移到上面这个列表这边，有个叫做买价数量，我们点击右键。然后这边有叫做买价数量前插入栏，它往旁边滑有个债券，然后这边就可以找到债券的一些参数，然后看你要添加哪些参数都可以添加，像是你想要添加发行日、票息或者是它的一个目的评级、面值等等都可以进行一个添加。那我这边就添加一个付款比率好，那我们点击4，好，你看到这边，它就跟你讲说它这个配息的频率，它的付款的频率的话呢，就是每半年会进行一个付息。好，那如果你要进行购买的话呢，也很简单，你点击右键。然后我们这边点击订单委托单，点下去。好，点下去这边就可以来到这个画面，我们就看到这档债券它的买价跟卖价以及它最后的一个成交价。那我们这边呢，未成交的面值就是我们要下单，我们想要买多少。好，那如果你要买1万美元的话，你这边就输入10。好，未成交面值这边输入10，那就是1万美元。好，那1万美元的面值不代表说你要付出1万美元，因为它的价格是多少？它价格是 103.15 美元嘛，所以说如果你要买面值10的话呢，那就代表说呢，你要准备10300块钱哦。好，那我这边的话呢，就点击预览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我们总共要花多少钱？好，这边就写嘛，10300块钱。那它的交易佣金是多少？是5块钱到8块钱美元。那 IB 投资券呢，它基本上你购买美国公债，它的交易佣金是 0.002%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的交易的金额很高的话呢，那它的交易佣金就是以 0.002% 为主。但是如果你交易很少呢，你只交易1000美元，或者像我这边只交易1万美元的话呢，那你的手续费呢，它最低就是5美元。那5美元换算起来的话呢是多少？好，那我们这次交易的话呢就是 10337.5 美元，然后再加上手续费5美元的话呢，总共是多少？就是10342.5美元。然后我们用5去除上这个数字，5去除上10342.5美元，那总共它的手续费是 0.005% 左右，所以也是非常非常的低。因为你刚好看到嘛，我们永丰金大户封它的手续费是高达了 2% 到 3%。所以说呢 IB 投资券来自行购买的话呢，你买美国公债其实手续费真的是非常的便宜。好，那如果你要购买的话，你就点击覆盖并传递，那它就会开始下单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来设定一下它的价格，那这边的话你可以选择它的终点价、卖价或者是买价。那因为我这边我们要购买，因为已经买好了，那我账户现在这边的话里面有多少资金，所以呢我们这边的话呢价格就买比较便宜一点，好，让它不要成交 102.00。好，这边的话我们点击预览。
价格在这边，然后手续费是这边，然后我们点击覆盖并传送，它就会寄送出去了。那他跟我讲说，我们现在这个交易时间呢，它是不会下达到交易所的。好，那我们传送出去之后呢，我们点击下面的监控，好，这边有个监控点下去，我们就看到左下角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提交出来的订单。那它现在的话呢是还没有成交的哦。好，那如果它成交之后呢，它就会出现在右边我们这个金融产品的列表当中咯。好，那以上就跟大家分享要如何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。如果你还有其他购买美国公债也是比较划算的方式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哦。那如果你想要使用 IB 投资券这个券商，你可以先加入我们的 IB 投资券中文交流区。那目前交流区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9200人。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你可以点击上面连结好加入这个交流区，我看大家使用的状况再决定要不要使用这个券商。那如果你想要直接开户使用这个券商的话呢，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。那我用影片的方式手把手教大家如何进行 IB 投资券的开户。就算你是美股新手，也可以一次就上手哦。好，那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可以将这期影片分享给其他正在规划稳定的退休收入，或者是说呢他想要购买美国公债的投资人，相信对他会非常的有帮助。好了，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， 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